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最近的工作事业运如何，看一下你们近期在工作事业上面会迎来怎样的发展，获得一个怎样的结果，看一看宇宙给你带来了哪些好消息，又有哪些建议想要给你呢？那这边一共有3组神谕卡，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的一组。这个是第1组、第2组、第3组。闭上眼睛，深呼吸，感受你与神谕卡之间的链接。1、2、3，我们开始选牌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第1组。这一组这个牌实在是有点太多不能看的东西了，所以大家将就一下哈。我们呢先看一下大家目前在工作、事业、生活上的状态如何，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感觉我们第1组小伙伴目前呢在工作上面有一种过度执着却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工作上面目前可能压力很大，你在上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可能有些人最近是经常加班，你是有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份工作，所有交给你的任务，你都有很认真、很负责的去想要把它完成好，但是看到可能结果反馈，确实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好，或者说是你觉得你的付出跟你得到的并不成正比。有些人可能目前会面临着一个收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可能会有这种减薪，有些工资或者是报销款迟迟不发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工作上面，你感觉到的是你的付出是很多的，但是你得到的反馈是很少的。同时有人可能在争取一些新的项目，在争取晋升、加薪这样的机会，但是你觉得好像在这方面你缺少支持，领导好像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或者说领导并不看好你。感觉我们这第1组小伙伴心里是有感觉到目前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公司也好，行业也好，或者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职位也好，可能之后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但是呢，你们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你们好像又有点被困住了。就明明你知道你现在这个职场环境很压抑，可能以后的发展也不是很明朗，但是你还是在为这个工作默默的付出很多，还是很不辞辛劳的在干，甚至背负了一些你不该背负的责任。但是看到工资一直没有变动，你的一些付出得不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你又会觉得不值得。看到我们第1组小伙伴，你的内心的想法和你目前的状态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你可能意识到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又害怕未知，你又担心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的话，可能之后的情况会更糟，你害怕你如果辞职就找不到比这个还好的工作，所以你是很纠结、很不安的。内心可能对于目前工作现状有不满，但是更多的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你的生活看上去一切都是很不错的，还过得去，甚至会让身边的人觉得你其实过得很不错。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有些小伙伴的工作，虽然是你自己心里觉得到了一个瓶颈期，很难有突破，或者是说你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但是在别人看上去，它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工资水平可能也是一个中上的水平，
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在体制内，大家就觉得你的工作很稳定，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你自己可能内心会知道这个工作其实有多么的糟糕啊，也有可能是你们会觉得自己还值得更好的，你的能力其实还能够拥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配得上更高的薪酬。就是在别人的眼中看上去，你们其实已经很厉害了，觉得你这个人工作稳定，生活安逸，但其实就只有你自己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只有你知道被焦虑和内耗折磨的滋味，它并不好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有些人可能很好面子，就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所以你们展示给别人、展示给大家的都是你精心修饰过的样子，就像你的朋友圈发出去的照片一样，就是一些精心修饰过的、让人羡慕的，或者说是很积极、很光鲜亮丽的内容。所以就让大家误以为你过得很好，你非常棒，很厉害，但可能往往现实并不是像你所展现的那个样子。那这边还有一张宝剑9的逆位，则显示我们第一组小伙伴有在努力的从一些失眠、焦虑、内耗、消极的情绪中走出来。虽然目前可能还没有痊愈，但是已经在变好了，就已经是在一个慢慢的有所改变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有些睡眠不好的朋友可能正在努力的调节你的作息。另外呢，第一组的小伙伴看到你们曾经对于你现在这个工作也是怀抱着满满的热情的，想要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工作上面，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想要在这个上面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甚至是想要成为这个行业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人。就你对于你的职业发展是满怀着憧憬的，但是现状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憧憬好像慢慢的越来越弱，可能日复一日的工作让你失去了之前的热情，因为当你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然后与你的生计、与你的收入、与你的压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就会一点的磨灭掉你对于它的热爱。更何况我们其实生活中往往大多数人，你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你的兴趣爱好所在，那你肯定会在每天的工作中被消耗掉更多的热情和动力。所以就是看到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现在你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工作、这个事业开始感到失望和怀疑，甚至是对于自己的未来也在逐渐的失去信心，就没有当初那么的自信，那么的坚定。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一个现状的节拍。如果说跟你完全没有对应到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其他的牌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近期事业上面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首先就是看到近期我们第一组小伙伴或许会在事业或者是工作上面迎来一个小小的高光时刻，或许是你完成了一个比较艰难的项目，得到了领导的表扬，或者有可能是你们成功的谈成了一个合作，从而呢获得了短暂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有可能是会得到一些意外的奖金，但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小，因为这边有星币1的逆位嘛，那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小小的高光时刻，它好像并不能给你带来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反而更像是搭建在沙滩上的美丽的城堡，就华而不实，经不起任何的风浪。
所以这个小小的成就很有可能会是来自于领导的认可、领导的夸奖，还有就是领导给你画饼，就说你很厉害，那我们之后是一个怎样的发展，会给你怎样的职位，给到你怎样的奖励。但是可能现阶段实质性物质上的奖励是不太有的。另外，如果有人最近想要换工作的想法，或者是有收到一些工作上的邀约的话，也是需要谨慎评估。近期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机会找到你，但是不要被他给出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条件就感到满足，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能够给到你这样好的报酬，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时满足就盲目的去做出决定。那看到最近呢，在工作事业上，第一组的小伙伴，你们有人会出现信心动摇、自我怀疑的情况。特别如果有一些人是领导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你的领导力下滑，底下的员工、团队里的成员怎么就不听你的话呢？你分配的任务，他们就没有及时的完成，或者说团队的氛围很差，大家都是很懒散这个样子。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会遇到一些不太友好的女性高管，或者是女性的合作伙伴，就他们很难沟通，然后很不配合，处处的压制你、打压你，对你也不够公平公正，或者说他们在背后说你坏话，让你给他背黑锅等等。但看到我们结果就是心必其事，会把所有的事情推向一个好的方向。你会凭借着你自己的实力，以及你自己踏实的行动力，还有很高的工作效率，向所有人证明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无论是在面对团队成员对你的质疑，还是说面对领导对你的打压，你都会用实力说话，让他们通通闭嘴。那这边塔罗给到你的建议，首先就是恶魔。那这张恶魔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照出了你当下的困境。你可能正在被某些东西束缚住，比如说更高的收入、生活的压力，周围人对你的看法。你将自己陷在这些束缚里面，陷在内耗的情绪里面，而且感觉这种情绪可能已经伴随了你一段时间。那看到有些人可能是为了提高收入，放弃了你自己的价值，做了一些违背原则、违背本心的事情，或者说是为了维持职场上的关系，你不得不去讨好领导，或者说为了维护与下属的关系，你一直在委曲求全。还有人就是会沉迷于短暂的成就感当中，非常的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和看法。你希望就是在别人眼中你是光鲜亮丽的、无所不能的，希望自己是那个别人羡慕的对象，从而呢将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境地里面。那这边塔罗是想要建议你，不要被这些欲望绑架，也不要被恐惧控制，希望你呢活得更自在、更轻松一点，找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点，去脱离自己内耗、焦虑的情绪。那另外看到一个就是有些事情它的推进就是要比你想象中的慢很多，这并不是你的错，并不是你能力不行，而是这其中有各种各样外部的人为的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使然，导致这个事情它就是一拖再拖。那不要被时间拖慢，就觉得毫无希望。
事情虽然慢，但是它在慢慢的推进当中，不要失去对未来的期待。那因为看到后面嘛，紧接着就是一个命运之轮，它会推动着你向前。那只要你放下你心中的这些束缚，然后努力的做好你眼前的事情，调整你的步调，调整你的心态，大胆的去迎接改变，迎接新的机会，那在正确的时间点，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命运的反转。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到你的祝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看到你们是非常有才华的，非常有能力，所以不要否定你们自己的价值，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察觉到，或者是说，你们不敢去承认和展现你们的能力，甚至现在在这个比较竞争激烈的工作环境当中，你会开始质疑你的能力和价值。就大家不要这样想，你们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魅力的。那宇宙就是想要鼓励你做事情要更大胆一些，大胆的展示你的想法、你的能力，或者是说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做一些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就不要仅仅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面子在苦苦的支撑。如果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话，实在是觉得很难受、很煎熬，那或许换一个方向，会有一个不错的发展。因为你们是有能力的嘛，所以即使是在其他的领域，你们同样可以熠熠生辉。而且这边有命运之轮的加持，可能这就是上天为你安排好的好运，就是希望我们第一组小伙伴能够更自由一些，更从容一些。那另外还有神谕卡是想要告诉我们第一组正在努力、正在奋斗的小伙伴们呢，那现在的你或许在工作中、事业上感到很疲惫，或许你还要加班，然后要出差，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一度可能想要放弃，有想要辞职不干了的这样的想法。那神谕卡想要跟你说的是，你现在是在一个爬坡的过程当中，就每一步都是要离山顶更近，就你并不是在退步，甚至你不是原地踏步的，你是在向前进的。所以不要说是因为别人的优秀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是停滞不前的，就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和进步。要肯定自己的付出，不要怀疑自己所坚持的事情。那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有一个 chance， 就是宇宙正在悄悄地为你准备了意外之喜，有好的东西就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但就像清空了沙滩才能迎来海浪送来的贝壳，那首先你要学会放手，让一些陈旧的、不合适的、阻碍你发展的，或者是束缚住你的东西离开，才能够迎来新的机会，为新的好消息腾出空间。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工作顺利呀！Hello， 这里是第二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小伙伴，你们目前在工作、事业、生活上的状态如何？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感觉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目前在工作上会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有的人呢，对待工作可能是比较消极的，偶尔偷懒。对于分配的任务也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目前好像并不是很想投入到工作当中，对工作也不是很有热情，或者说是已经对现在的工作是心生厌倦，甚至有想要逃离的想法。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你在现在的工作中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特别是对于名利、权力、地位，你们非常渴望的，所以你们正在很认真、很努力的去求取这些。但是看到这个过程啊，可能是有些艰难的，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会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说很多你不想说的话。有些人会变成工作狂，疯狂的加班，变成卷王。那有些人可能会为了获得机会去讨好上司，让自己变得卑躬屈膝，变成一个马屁精。那或者是有人为了竞争，为了升职加薪。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可能最近呢，在工作中会有很多的饭局、商务宴请，或者是团队的团建、部门聚餐等等，你们会喝酒、吃饭、唱歌。看到我们第二组的小伙伴在行为上面表现得很现实、很物质，似乎已经不再向他人提及你的梦想，但是其实你们自己内心深处，可能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对于一些事情还是有执念的，有幻想。可能有人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会想起你年少时、年少轻狂时的梦想。想要唱歌，想要当明星，或者是想要开公司，想要创业。那或者有人也有过想要跳槽、换行业、甩手不干了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不敢说出口的幻想而已。你们自己很清楚、很知道、很明白，这些都只是空中楼阁。你不会为此采取任何的行动，就是想想而已。或许是你已经尝试过了生活的打击，尝试过的失败，就对这些梦想都是已经嗤之以鼻了。你们会更追求金钱物质上的成功，觉得这些才能够给你带来满足和安全感。而且你们自己整个人内心深处也是拒绝结束、拒绝改变的，所以你们还是更想要追求稳定的生活。所以目前阶段看上去，你们不会接受新的挑战。另外就是如果有人是去参加了聚会、宴请这样的活动，就是要注意适当的饮酒，不要喝太多，免得做出一些让自己事后很后悔的举动。另外是有些人可能最近事业上面、工作上面压力会很大，会抽烟，烟瘾变大，所以也是要提醒我们第二组小伙伴注意你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适当的吸烟饮酒。或许是有人最近会给你们提供讯息或者是一些机会，但你们看上去好像拒绝了别人的善意或者是邀请。另外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中有人可能在工作、事业或者是生活上面迎来了一个坏消息，或者是说在工作项目合作等等各个方面有取消或者是延迟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一个现状的解牌。如果说是你完全没有对应到的话，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其他的牌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近期工作事业上的发展是什么样的。首先看到的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制度化、正规或者是保守的工作状态，特别是在体制内的，或者是像教师、医生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的话，那可能你需要去完成很多制度上要求你完成的工作，就是很多形式主义的工作。
那有些人可能会去参加部门的培训、公司的培训，或者是去参加这个公务员的考试。如果有人在工作上面有求于人，你们有找人去疏通关系的话，那你们找的这个人或许对你们是有所帮助的。特别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长辈或者是比较专业的人士的话，那他可能能够帮助你促成这件事情。那另外看到我们第二组小伙伴在近期，你会有一个心理上的觉醒与改变，你会开始认真的审视改变和结束这个事情，这个课题。那虽然你还是以观望居多吧，但是内心已经开始有所变动了，不像之前这样坚定，甚至你们已经开始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和规划，在心中呢默默的确定了方向。就可能就是有人会给到你一些启发，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另外，我们第二组小伙伴中有人会获得一些权利，成为领导，或者是说成为团队的主心骨。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会在你的内心深处动摇你之前的一些想法，改变你之前的一些职业规划，让你重新的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那再看到近期你在工作事业上面的成果与收获，主要可能还是在心理和生理上面。看到你们会熬过一段很痛苦的时期，可能会从一段高强度的工作中恢复过来，也有可能是从过去的失败、痛苦的经历中走出来。近期你们会获得一些成功，让你们重拾自信，或者说是让你们看见光明。之前的冲突问题也会告一段落，那你之前所遭遇的失败、麻烦、冲突和逆境，都看到会慢慢的结束，你可以去重新出发。就看到你近期在事业工作上的成果，可能并非是来自于外部的这个奖励或者是财富上的累积，而是你逐渐的从困境中抽身，自我重建，然后重拾信心的过程。那虽然这个过程是默默无闻的，没有花香，没有掌声，没有金钱鼓励，甚至可能都没有观众，但这个是你迈向成功极为关键的一步，非常的重要。那另外看到第二组小伙伴近期团队合作或者是职场环境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团队中不被认可、不被尊重，然后无法发挥你的专业。如果是你有幸被提拔为领导，那可能你团队的小伙伴并不服你，并不听你的指挥，或者如果有人是重新进入到一个新的团队当中，那你与团队之间的磨合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通畅，是需要经过一段比较艰难的磨合期的。这边塔罗给到你近期的建议就是，首先希望你能够回归初心，想一想什么是能够让你真正快乐的事情，不要被你过度的欲望蒙蔽了你的心。可能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金钱了，然后也有一些权利，让所有人都能够看得起你，让大家都羡慕你，但你觉得还不够，你还想要更多。亦或者是你觉得对于名利、权利、金钱、物质的追求就是让你能够快乐的事情，但你其实回想一下，你之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小的时候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简单快乐的生活的。
所以塔罗是想要建议你放轻松，就不要背负太多的责任和压力，然后呢，也不要被过度的欲望所束缚。你可以活得很安稳，也可以活得很热情，不要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每天都只为了工作而生活。特别是如果你是有家庭的，有孩子，那希望你能够给家庭足够的安全感。特别是男生的话，希望你能够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家人表现得更热情一点，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那最后看一下神谕卡对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祝福是什么呢？一个是 breath 呼吸，一个是 protection， 还有一个 listen。首先是呼吸，感觉你们已经在压力的海底挣扎了很久，那现在是时候浮出水面，畅快的呼吸新鲜空气。那所有的难题看到它都会过去的。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允许自己浮上水面看一看，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让自己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困境当中。或许你浮出水面去打开自己之后，你或许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远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的精彩，也更加的稳定。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protection， 要自我疗愈、自我救赎。感觉你们第二组小伙伴是不会向别人轻易的示弱的，就不会向他人展露出你们脆弱的一面。但是你们内心的脆弱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像美人鱼的眼泪一样，就每一次的挫折和困难让你自己内心深处受到了折磨，但是也同样让你成长，让你变得越来越好。那每一次的失落和痛苦都会凝成珍贵的宝石，让你们变得更加的坚韧和强大。或许这些宝石就能够给你们带来好消息和好运，成为助力你之后成功的宝贵财富。那最后还有一个神谕卡 Listen， 宇宙祝福你，你的直觉其实早就知道答案，所以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要太急躁、太浮躁的去急于求成，也不要总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另外也不要轻易的受到身边同事、领导、朋友、家人的影响。真正的真相就藏在你的心底里，你自己的内心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你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很清楚明白，想得很明白。你不是一个没有规划，然后毫无逻辑的人，异想天开的人。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直觉，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二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工作顺利呀！Hello， 这里是第三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小伙伴目前在工作、生活、事业上的状态如何，做一个简单的能量对应。那看到我们第三组小伙伴目前在工作、事业上面，你可能是进入到了一个倦怠期。那现在对工作、事业好像是有些失去热情。特别如果是从事创意创作这个方面的工作的小伙伴的话，那可能现阶段你好像没有很强的灵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向。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你们手头上有一个新的计划，新的项目或者是新的想法，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它迟迟无法启动。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限制了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项目的推进，比如说
你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你其实已经为你这个项目做好了准备，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它这个在逐渐的推进中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呢却因为公司的资金紧张，人员不足，流程繁琐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你这个项目现在难以推进，或者说是有人是在与合作方的沟通当中，你们现在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那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就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不安，然后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要催一催对方。看到有些人，你们在现在的工作事业生活当中呢，理性判断好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纱，会出现偏差。与客户同事沟通的时候，你们会不自觉的变得封闭强硬，感觉你们的思想会受到你们的限制，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很固执。特别是在团队的会议上面，可能你们会没有办法冷静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导致你们这个沟通陷入到僵局当中。另外也是看到有些小伙伴会对你们现在的职场体制产生怀疑，或许是公司过于僵化的管理制度，又或者是与你相悖的职场文化，还有可能就是一些非常非常繁琐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流程，这些都让你内心充满了排斥。就可能有的人你的报销一直迟迟报不下来，然后因为说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打回了1次2次3次，又或者说这个审批的流程就卡在某个人的手上，他一直没有给你点审批，就这种无意义的流程沟通让你觉得很压抑有低效，就感觉我们第3组小伙伴在整体工作上面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工作表现呢也不是很稳定，就可能前一天你还挺高效的，就完成工作还挺快的，能早早的下班，那今天可能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情绪崩溃，然后做错很多事情，效率也不高，导致你要加班，甚至你可能会受到领导的批评，说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能这也是受到你情绪的影响，因为看到你可能最近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就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崩溃破防。有人就是之前就存在在这个压抑的状态当中，近期呢，你可能心底的压力会突然的喷发出来，让你小小的爆发一下。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经济物质层面呢，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依靠，特别是你的家庭会给予你十分稳定的支持，所以你在工作上所有的不顺心，其实都可以跟你的家人诉说，他们能够完全的理解你，并且支持你。就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会选择站在你这一边，并且他们能够给你提供到一些比如说物质财富金钱的支持，甚至他们可能可以帮你重新找工作，找一个你喜欢的或者不太那么累的稳定的工作。就你的家庭能够帮助到你的远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那以上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的一个现状的节拍。如果说你完全没有对应到的话，那可以尝试着去看一看其他的牌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近期事业工作上面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首先就是世界正位、星币10的正位，这2个就是非常明亮，就像是明亮的灯塔一样，为你照亮了你前行的道路。他们2个就共同的预示着
你即将完成一个长期阶段的总结，然后顺利的进入稳定且成熟的全新阶段。就这可能代表着很多种美好的可能性，就可能是你所负责的重要的项目开始进入到胜利收获的阶段，并且呢会获得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回报，获得顾客的认可，然后为公司带来丰厚的收益，然后也为自己呢带来升职加薪这样的机会。又或者是你们可能有些人会换一份工作，换一个行业，甚至是自己去创业，开始做副业等等。看到可能还有人你们会选择离开职场，然后回归到家庭当中，在家庭中去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开启你人生的新篇章。就总之呢，这两个牌会推着你进入到一个非常光明的阶段，给你带来好运，给你带来好消息。你所有的打算，所有的计划都能够获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另外呢，近期的工作成果上面也是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首先就是这个星币5嘛，星币5的逆位，就表示着你呢会逐步的摆脱财务困境，摆脱你金钱上的压力，或者说摆脱你在工作中的危机。就可能之前一直困扰你的薪资拖欠的问题，奖金没有发放，然后报销没有审批，这样的问题终于就能够得以解决。又或者是说你工作中你的项目迎来转机，你又与非常重要的客户取得了联系，然后达成了合作意向等等。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如果有副业或者说自己创业的话，那可能近期你会有一个不错的收入，会解决你的一个财务困境、资金短缺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会有进账。那另外看到我们第3组的小伙伴，在工作上面，可能你将会迎来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自由自在的状态。就可能有些人是会选择离职，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会把你外派出去让你出差，你就不用打卡，或者是不用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受他的监视监控。那还有人就是可能会选择休假一段时间去旅行去休息。你将迎来的一个状态上的调整，就和现在你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现在呢，你感觉是疲劳的、困惑的、挣扎的，那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近期3个月，你的状态会有所调整，会恢复活力和动力，恢复天真和自由。另外还感觉到，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中，有人就是会选择离开职场，然后进入家庭，从家庭中获得很大的支持。因为就有2个星币10嘛，而且还有一张世界，这边呢又有一张愚人，就有人可能会离开职场去生宝宝，有人可能就是怀孕了需要请产假，你们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看到这边的建议牌，首先是一张逆位的魔术师，所以就是第3组的你们可能严重的低估了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你拥有的资源缺乏足够的信息，对于你们家庭给予的支持，你可能是比较抗拒的，你想要靠自己，不想靠家里人的帮助，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你能行。那这边塔罗是想要提醒你，不要忽视你这些身边非常重要的资源，同时呢，当然也不要否定你自己的能力，你其实是可以将这些东西很好的运用起来的。
不要觉得说凭借自己家庭的支持有什么可耻的，这都是你自己宝贵的财富。另外呢，第三组的小伙伴要注意，工作中要避免错误的使用自己的影响力，不要觉得自己官大一级，然后不要去向别人施压，同时也要避免自己情绪化，不要说把气都撒在你的下属身上，或者是把气撒在同事身上。要在工作上面保持成熟和冷静，不要误导他人，同时也要防止被他人误导。那另外呢，塔罗牌也是在温柔的鼓励你，要从错误失败中走出来，不要总是沉浸在工作的一些失误失败当中，要把目光聚集在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上。不要因为说领导的责怪就觉得自己好像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生怕给自己的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领导还有时间批评，那就证明你这个错误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不要因为曾经的一些失败错误就让你一蹶不振，这样只会导致你一错再错，越小心越容易犯错。所以你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放平自己的心态。工作上嘛，出错是在所难免的，你多犯几次错误，可能你就习惯了，你也就不在乎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谕卡给到大家的祝福是什么呢？首先是 reflect 反射，还有就是 determination recharge。看到神谕卡想要鼓励你静下心来，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而不是自我质疑。观察你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行为，肯定你自己对的方面，那改正你自己错的方面。同时呢，也要想一想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现在呢又希望从工作中获得什么，现在的工作遇到了哪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就是在这些不断的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找到突破现状的关键，而不是说将自己陷在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内耗的情绪当中。那另外一个是determination，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如潮水般涌来的压力，就特别是那些初入职场刚刚进入工作当中的你，那神谕卡是想要祝福你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切都会过去的。耐心呢，是你现在工作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眼前的困境就像是涨潮一样，它看上去好像来势汹汹，但是终究它都会退去的。所以现在你可能感觉到工作中压力非常大，很多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可能犯了很多的错误，你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觉得自己好无能。但是这些工作可能其实并不难，只是因为你不熟悉而已。所以现在你工作的重点是要坚持面对，而不是选择逃避。可能慢慢的熟悉起来，上手之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所以说，目前阶段当中，无论是遇到了怎样的困难，你一定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等到这个潮水退去，阳光会重新照亮到你的身上。那另外呢，其实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拖着，或许这个问题它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说，有时候拖延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那另外还有就是，神谕卡希望你能够充电，为自己安排适当的身心放松与休息的时间，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过度的压力嘛，它就是会像一把钝刀一样，慢慢在不经意之间去削弱你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导致你错上加错，一错再错。所以神谕卡希望你呢，不妨是抽出时间去散散步，和朋友聊聊天，或者是看一场喜欢的电影，读一本好书，甚至就是简单的睡一个好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充分的舒缓。那只有保持良好的状态，才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最佳的水平。那以上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工作顺利啊！